今天要来分享全台湾最具突破性的火车站，不仅将城市完美的连接在一起，还改变了城市发展的游戏规则。是什么让这座车站如此的特别？今天会对高雄新车站的功能、设计、周边开发做全方位的剖析，就请听我娓娓道来。新高雄车站计划始于2009年，目标解决高雄市因地面铁路造成南北交通瓶颈与城市土地分割的问题，并释放出宝贵的市中心土地。虽然高雄车站华丽落成登场，不过这几个月 PTT 上却是疯狂的被炎上。施工20年的高雄车站比辜负金字塔还久。高雄车站盖20年，要盖到太空站才合理吧？台积电盖这么快，高雄车站呢？猎人完结跟高雄车站完工，哪个会先看到？乡民的创意和酸度都是破表，主要抱怨都是在靠北车站盖太久。这里我以工程的角度剖析，这个工程牵扯到的变因和界面很多，例如铁道的地下化，车站本体是不同的标案，时程与界面会互卡。另外，施工期间还要确保火车、汽车交通不能中断，排除铁路地下化结构工程的部分。单是车站工程以量体大小和施工难度，估计工期5年就很够用。不过中间历经了新冠、缺工、缺料，但还要考量到发包的预算，钱多速度快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再来说说高雄车站的功能。外部的2栋高楼建筑，白色是商场大楼，今年2月会办理公告招商；茶色是旅馆大楼，下半年展开招标，可以先期待未来进驻的厂商。B1 是台铁售票处与候车大厅 ，B2 为台铁乘车月台 ，B3 是台铁、高铁、捷运转乘穿堂。顺道一提，高铁南延路线已经确定走高雄站，高铁的预留月台总算没有白花钱哦。我们政府很有钱啊。B4 为高雄捷运红线月台，最有人气的是高雄站一番街，以动漫电玩主题为主轴的商场，位于捷运商场的 B2、B3。B3 是电玩动漫街 ，B2 是主题美食街。就像台北车站地下街歪区一样，能吸引不少年轻人汇聚人气。这里又离建国路的电脑街不远，若是能串联起来，可以发挥不错的重效。车站的设计采竞图评选，最后由来自荷兰的 Vekano 团队胜出。他们在台湾完成了许多有名的项目，最著名的就是魏武营的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神奇的白色魔毯。高雄车站的天棚设计灵感是来自于猫的动作。Vekano 在设计时参考了猫的伸展身体，创造出流线型的形态，让旅客在穿梭车站时感觉像猫一样的灵活和轻盈。这个概念不仅在视觉上吸引人，流线型的设计让整体的建筑看起来更为动感和松弛。这个设计不仅在视觉上有吸引力，功能上也提升了空间的流动性，让移动更有效率。Vekano 采用了车站及公园的概念，将车站变身成绿色公园。天棚顶设置了一个空中花园，是台湾火车站首创的设计，不只服务通行者，也服务当地的居民。这个平台延伸至车站的边界，并创造了一个连续的绿色走廊。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横贯东西的单车坡道，爱骑单车的人可以一路沿着旧铁道路线，连续4-5公里贯穿整个高雄市，骑行非常的享受。看来全台的单车道排名要重新洗牌了。从上方俯瞰，有如有机生物细胞的图腾，就像会跳动的有机生命，不只是冰冷的水泥钢筋，一直让我联想到米奇。
车道采用彩色 AC 铺面，使用蓝红配色，不知道是哪个鬼脑袋想的主意哦。就我自己开车的用路体验，标示明快、安全又新奇好玩，有种用车子跑操场的感觉，100分值得称赞。另外讨论度很高的还有北方的一颗不锈钢球装置艺术，这是高捷为了美化通风井而设计，也有人说是为了挡煞。刚完工时候因为反光太强被用路人抱怨，后来贴膜改成消光钛色，变成了一颗铁蛋。说个大实话，这个美化不如不要，但与站体本身风格不协调，还硬加上一个没人会看的奈米电视墙，这笔钱花得很冤哦。相较之下，台铁设计的美化装置艺术就柔和舒服许多，经济又美观。B1 层设有下沉式的广场和火车站大厅，在这里随意找个角落，悠闲地观察旅客繁忙进出移动，也挺舒压惬意的。偶尔还会举办多种活动、公共艺术展览等等。泡沫般的天花装饰，说是参考云朵的意象，但怎么看都比较像阿嬷家的浴缸哦。密集恐惧症都要发作了。天棚的大开孔的采光也是通透明亮，增强了车站内外的透明度和光线的利用。但有些边角的地方光线照不太到，对比之下就显得特别昏暗。其实这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使用光导照明系统，直接把天棚的阳光透过反射导到下方，既可以打亮整个空间，又不用费电。可惜没有应用上去。特别让人眼睛一亮的是白色的楼梯和圆滑的坡道，恰到好处的和谐感，是视觉上的惊喜，走起来都不感觉累。大楼的建筑在夜晚的照明时，更显得如梦似幻哦。相较之下，隔壁棚的凤山车站夜间打光，就很台，主电脑都不敢配这么风骚的 RGB 哦。这样真的好看吗？不过撇开打灯的缺点外，凤山车站本身的外形设计是很优秀的，形塑出古城门的意象，呼应凤山古城的历史意义。整体的视觉很前卫，却又协调的恰到好处。扯远了，再拉回主题。高雄老车站建于1941年的皇冠式建筑，为了新车站的建设，于2002年被整体的迁移。当新车站建成后，这座皇冠式的建筑在2021年又被搬回了原址，成为新车站的一部分。这种对于历史的尊重保留，不仅保护了城市的记忆，也让新车站更有故事性。不过相比之下，新竹台中的老车站水嘎，高雄老车站就显得有点丑啊。看完高雄车站介绍后，有没有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对，没错，就是车站周边的百货商场。相较于其他大型车站，高雄车站并没有完整的百货商圈，毕竟车站是汇集人流的地方，徒有人流红利会很可惜。这时就要提到车站旁的71期重划区，这片土地原来是台铁的吊车厂和台铁的员工宿舍，因为台铁地下化后，土地就腾了出来，面积相当的大。目前确定的开发是日盛生的台铁宿舍区，新建全龄住宅和京站影城百货，想要复制北车京站的成功案例。不过这位置距离实在差太远了，离车站超过800米。高雄的烈日下，婆婆妈妈小姐姐很难坚持能走过来。至于其他比较大、位置比较好的土地，目前是盖牌养地的状态。我想主要是因为高雄目前的百货开发量能已经被吸干。怎么说呢？目前北区有刚完工不久的义享时尚广场和正在盖的富邦凹子底，未来汉神百货会进驻，预计2028年完工。南区卫武营有拉拉铺正在盖，预计2026年完工。所以先盖牌留后手，可能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另外，车站还有北区2块建地预留，和车站旁的铁路警察局、派出所、台铁行空中心的老建筑的都更。高雄车站转大人的故事还会继续。在新车站晃了一个下午，个人的体验是非常的好。上方的公园悠闲，平衡了通勤的仓促。新车站成为高雄新地标，这是一种高雄形象的重塑，为台湾的建设提供了创新的启示。高雄这几年精心的建设，像是亚洲新湾区、铁路地下化、捷运轻轨、台积电的北城计划，这些重大建设组合拳的大改造，港都高雄不再是老一辈印象中的丑小鸭，已成为全台羡慕的大公鸡。你对这座全新的火车站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次见 ，See you。